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的外溢风险不断扩大，在红海危机备受关注之际，地中海的安全警报也拉响。面对美国的公开指控，伊朗坚决否认印度洋商船袭击事件，也否认背后支持胡塞武装。美国伊朗矛盾进一步激化，伊朗甚至放话称或将封锁地中海。但伊朗有这个实力吗？又会将当前的中东乱局引向何方？来看报道。当地时间23号，一艘商船在印度西海岸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这是本轮巴以冲突后类似袭击首次溢出红海海域。事件发生后，美国将矛头对准伊朗，指控无人机从伊朗方向发射。当晚，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对美方指控予以驳斥，否认伊朗参与该起袭击事件。他同样否认幕后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系列袭击。阿卜杜拉希扬表示，这完全是也门人为支持和保卫加沙而自行做出的决定。此外，伊朗副外长卡尼也强调，胡塞武装按照自身决定和能力行事。美方现在呢来炒作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更深远的考虑，也就是想要继续渲染伊朗对这个地区形势造成的这个威胁，而且呢想要这个直接把这个现在部分的外溢效应呢归咎于伊朗。这样的话呢，既可以现在呢就是转移这个以色列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国际社会停火止战压力，同时呢，也想这个来破坏伊朗沙特改善关系的后续进程。我认为这是美方的一个企图。有分析指，美国对伊朗的最新指控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纳格迪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在加沙地带继续犯下罪行，可能会促使新的抵抗力量出现，还会导致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其他水道被封锁。路透社报道称，该指挥官并没有解释伊朗如何实施封锁地中海的威胁。事实上，伊朗本身并没有直接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并且在波斯湾以外没有大规模海军部署，地理距离让外界对伊朗的底气表示质疑。但有观察指，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武装部队均位于地中海东岸，这些中东武装力量的地理位置临近重要航道，可操纵军事设备，对途经的舰船制造麻烦。其中，伊朗扶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反舰导弹和远程无人机，曾重创以色列军的哈尼特号导弹护卫舰，确实具有海上袭船经验。此外，使用从叙利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也能起到扰乱航运的作用。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伊朗只是自吹自擂。地中海周边有英法意等军事强国，同时美军福特号航母仍继续驻扎该海域，伊朗封锁地中海面临着诸多障碍。还有分析称，黎巴嫩西部海岸距离直布罗陀海峡约3600公里，伊朗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相关威胁可能更多是一种警告。伊朗没有意愿封锁地中海航道，也没有意愿去封锁红海、亚丁湾、苏伊士运河和这个阿拉伯海这个国际航运通道。这不符合伊朗的这个总体战略设想。所以呢，现在呢，伊朗方面即使是有个别官员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它不代表莱西政府的总的政策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放话封锁之际，伊朗海军展开了新一轮秀肌肉。伊朗国家电视台24号报道称，伊朗海军已收到塔拉耶赫及纳希尔巡航导弹，此外还包括侦察直升机、无人机等新装备。其中，塔拉耶赫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被认为是一种可在任务中改变目标的智能化导弹。纳希尔巡航导弹虽然射程只有100公里，但可以被安装在军舰上，进一步增强伊朗水上力量的攻击能力。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所有这些装备都是由伊朗军工业自行设计制造。此外，该国曾表示，它拥有射程最远可达2000公里的各种导弹，能够攻击以色列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有分析指，虽然这些导弹的射程不足以支撑伊朗要封锁地中海的目标，但凸显了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硬态度。这些新装备入列于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武装部队，当然对这个伊朗现在这个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是，伊朗呢无意在当前这个形势下同驻中东美军打一场战争，也没有意愿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他现在呢，可以从道义上对这个哈马斯表达支持，也可以在道义上对真主党对胡塞武装
表示支持，但他说和做是两回事情。而且呢，现在他这个不掩饰自己获得了新的装备，也是在考虑这个。我在不愿意卷入地区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是美国或者以色列等方要采取这个挑衅性举动，那么伊朗是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而当前已被多家海上安全公司列为航运禁区的红海，《华尔街日报》称，过去1周至少有33艘集装箱船改到非洲南部。英国石油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也被迫调整航线，航运运输成本正在被迫上涨，各国企业经济负担显著增加。外界普遍担忧，若红海航道及地中海海域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国际航运业将深受其扰，进而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若直布罗陀海峡被封锁，商船只能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西欧沿海国家卸货，并使用陆路交通进行配送，这将大大增加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观察指，这些成本将通过市场传导给消费者，从而为全球经济运行带来风险。外界担忧，红海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内部政治危机随时可能蔓延至外部，对航线造成影响。此后，中东局势出现任何动荡，导弹和水雷就有可能随时袭击无辜的商船。分析认为，也门胡塞武装针对以色列的海上袭击行动，以及伊朗警告将封锁地中海，其目的是施压以色列及其背后的美国，促使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法新社24号评论称，支持以色列让美国面临新的孤立。华盛顿试图再次将德黑兰打造成安全威胁推到公众视野中，将会给美国自己带来更大的政治地缘压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五角大楼指控称，一架从伊朗起飞的无人机袭击了一艘在阿拉伯海上航行、跟以色列有关的油轮。那您对此怎么看呢？我认为这是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伊朗指控行为的陡然升级，也是事态有可能发生质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知道，自从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最早是指控伊朗是哈马斯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组织背后的支持者，后来又指控伊朗策划并参与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以及帮助并参与了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包括提供导弹、无人机和战术情报等等。对于这些行为美国虽然表达了不满，但最终都选择了忍耐。然而这一次就完全不同了，美国不是指控伊朗在幕后支持、策划与帮助了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而是指控主权国家伊朗直接进行了袭击商船的行动。至于袭击民用商船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我相信不说大家也知道。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军是可以以反恐的名义直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我想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指控性质及其后果，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才会立即出面进行了否认，并且强调胡塞武装是根据自身立场做出的决定，伊朗从未命令该组织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命令对方停止行动。其言下之意就是，不是我伊朗干的，是胡塞武装干的，我伊朗也阻止不了胡塞武装。不过跟伊朗外长基于撇清责任的做法相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指挥官则发出了强硬的警告与暗示，如果美国其盟友在加沙地带继续犯下罪行，伊朗有可能会关闭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其他水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像过往一样，伊朗国内政界的温和派与军方的强硬派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但是假如伊朗军队真的敢这样干，那这场战事将会无可避免地进一步升级和扩大。那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以及美国五角大楼指控伊朗用无人机袭击了印度近海商船，又会对接下来的巴以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表面上看来，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以及美国指控伊朗袭击以色列商船的行为，似乎是可以报复一下美国、以色列，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被以色列军队打得异常狼狈的哈马斯出一口恶气。但是恕我直言，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有勇无谋、使图一时的战术痛快，
却不过由此而带来的严重战略后果的短视行为。大家知道，在巴以冲突之中，实际上是2条战线在交替进行的，一条是军事战线，由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进行，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在外围策应。另外一条则是外交战线与道义战线。虽然在军事战线上，以色列军队占据巨大的优势，但是在外交与道义战线上，以色列及其唯一的铁杆支持者美国却陷入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的境地，甚至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和英国在这条战线上都跟美国离心离德了。李柱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投下了弃权票，但是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的行为却让以色列，尤其是美国在外交与道义战上找到了打翻身仗的机会。我们看到，由于这件事情涉及到了国际航运生命线的安全，国际舆论是站在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一边的。美国立即就宣布跟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左右的国家成立了护航联盟，以保卫商船自由安全地通过红海。而美国公开指控伊朗也对红海商船进行了直接的实际行动，无疑会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进一步站上道义上的制高点。其实我们知道，红海以及伊朗扬言要封锁的地中海，不仅是全球性的航运生命线，同时也是广大伊斯兰国家的航运生命线。本来这场巴以冲突已经让本来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伊斯兰国家看到了重新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的迹象，但是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以及伊朗扬言要封锁地中海的行为，无疑会让伊斯兰世界再度产生分歧，甚至是相当一部分伊斯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会站在美国一边。除此之外，由于沙特阿拉伯接近40%的货物要经过红海来运输，再加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就是有积怨的，因此这一行为还有可能会破坏伊朗与沙特之间好不容易才启动的和解进程。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以及伊朗扬言要封锁地中海，在政治账和道义账上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您认为，美国指控伊朗无人机袭击了印度近海商船，会不会导致美国与伊朗直接开战呢？我认为美国五角大楼的这个指控，的确是为以美国为首的护航联盟在军事上报复伊朗提供了绝佳的借口。但是在眼下，由于俄乌战事以及巴以冲突已经让美国应付不暇，再加上拜登已经因为坚定支持以色列而导致了民意上的受挫，美国及其盟友应该不会立即发动对伊朗的报复行动。当然，前提条件是伊朗也能够保持克制，不能够再让美国抓到把柄。不过，美国虽然不会直接跟伊朗开战，但是却有可能通过突袭也门胡塞武装的方式，来给伊朗一个严厉的警告。同时，虽然美国不会直接对伊朗动手，但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也不会动手。我一直认为，由于以色列已经认定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都是伊朗在幕后捣的鬼，因此接下来在剿灭哈马斯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以色列对伊朗的远程打击行动将会逐渐常态化。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